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看看我们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莎娜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雷鸣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辛唐米娜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来分享4位导师的人生智慧，看看他们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。来了解一下这一对的基本情况，请看。我和我爱人，我们结婚8、9年了，小孩都6、7岁了。我爱人他就是特别的传统，有一点大男子主义，脾气也不好，一点小事都要争个面红耳赤。我希望他能为了我，也为了孩子做一些改变。我承认我有的时候确实脾气不太好，但是很快就过去了。我爱人就总是愿意揪着这态度的问题不放。我们工作压力都很大，为了经营家庭，每个人都不容易。我希望我们能够互相体谅，互相包容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黄先生38岁，来自广东运营；陈女士38岁，来自广东设计师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妈妈们现在最焦虑的就是孩子的教育，对吧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跟老公是不一致的，是吗？是的，小孩现在马上要上1年级了。最迫切的就是在做这个幼小衔接嘛，因为其他的家长朋友我们平时也沟通的比较多，然后特别是在我们就1线城市、大城市的话，小孩子其实竞争是非常大的。我是希望给小孩子提前做一些培训，让他以后能力上面得到一个提升。我爱人呢，他的想法就是说小孩子可能是要放养吧。因为现在他还没有上小学嘛，虽然说是幼小衔接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就让他有一个快乐一点的童年吧。只要他现在身体健康，基本上就够了。然后平时的话，就培养一些爱好学习的兴趣。他以后读小学的时候，一些文化上面的东西，他在小学里面他可以学得到。我是有就是说有给小孩报了培训班的，但是因为我平时加班也比较多，然后就开课的时候刚好是周末，我那时候去公司加班去了，然后就说让他爸爸送他去上课嘛。然后当时我爱人他因为我之前没有跟他商量，我是自己报的，然后他就很生气，也不愿意送小孩去学校，然后还跟我大吵大闹，等于不支持、不配合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不配合。不需要这样子嘛，我不想他现在去参加这些培训机构、这些学习，可以说他以后再去。那他现在要做什么？你给他有什么时间安排吗？周末的时候，我会陪他出去爬一下山，给他锻炼一下身体，让他开朗一点、开心一点啊。对，我觉得小孩子现在不需要这么卷。第一个事儿我们听明白了啊，夫妻双方这好像是现代中国家庭很多家庭都会碰到的一个困惑。妈妈希望孩子能学，爸爸能希望孩子稍微成长的自然一点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还有啥对他不满？他特别爱喝酒，而且每一次喝酒就没数，每一次都要喝到大醉，晚上凌晨3、4点，甚至有的时候快天亮了才回来。多久喝一次？1个礼拜有3次左右吧。哦，1个礼拜3次，3到4次吧。那就是不是在喝酒，就是在醒酒的过程当中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第一天喝多嘛，3、4点嘛，第2天缓嘛，第3天再喝嘛，还挺会修养的哈。为啥呢？其实现在各方面压力比较大，对，然后也到这个年龄了，感觉莫名其妙的心里面会有一些焦虑，再加上有时候朋友叫出去喝酒，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挺对不起我爱的，就醒酒之后啊，但是喝的时候就不会去想到了。是逢喝必醉吗？差不多。那怎么会喝到凌晨3、4点呢？甚至天亮呢？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。哦，这是夸张的。对，没有那么夸张。基本上也就12点多1点钟这样子。反正每一次都是孩子、老人都睡了，我们都睡了，然后他就回来，喝醉了回来。喝酒闹事儿吗？会发酒疯，摔东西啊、摔门啊，这样子就会闹出很大的动静，然后或者是
讲话就声音很大，就是因为每一次都是晚上半夜回来，然后就是搞得大家都被吵醒，小孩啊、老人，因为本身睡眠就比较浅，都会被吵醒。然后有的时候就说可能隔壁邻居他们都有意见，就曾经有过第二天就物业找上门来就说你们晚上什么事情这样子，就是搞得动静很大。那是在他喝醉酒或者说喝酒之后才这样，还是平常他脾气就是这么个脾气？平时的话脾气也是比较大的，遇到不合心意的事情，他可能发火的话，在这个时间场合就没有太大的顾忌，就会在小孩子面前，甚至说在我自己的朋友面前，就都会发火。发生过什么？就有一次是跟朋友出去聚会，就我自己的朋友，然后就一起去的。当时也是因为很小很小的一个事情，两个人就有一点分歧嘛，然后他就不知道怎么的，然后就突然发飙了，当着所有朋友的面对我大吼大叫这样子。经常这样？也不是经常这样啊，就有时候会，就是有时候跟他讲一些事情，其实是讲道理的。其实就是朋友之间的话，其实我还没那么在意，因为毕竟我也不是跟朋友他们过日子吧，是吧？但是我最在意的就是他喜欢在小孩子面前生气发火，小孩子就经常会被吓到吓哭这样子。但我就觉得对对孩子特别不好。比如说有时候，因为我儿子本身从小到大就是吃饭吃的比较慢，有时候我就规定他，你一定要比如说20分钟之内要吃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吃的很慢，所以说给他有一个时间的概念啊。我们都吃饱了，就还剩儿子在那里，我就说那你在这里吃，再给你15分钟或者10分钟。好，我爱人有时候就会在儿子旁边玩手机，然后就分儿子的心。那你说我会不会发火？我想象不出来，就像他这样一个看着那么斯文的人发火是个什么样子。比如拍桌子啊、摔东西啊这种。因为有时候实在是气得不行。其实很多生活上的小矛盾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啊，然后日积月累的，到说的时候，好，我有我的道理，他有他的道理啊，然后说着，两个人你就控制不住了，就控制不住了，对。就他有什么缺点，让你老觉得要跟他发脾气呢？没有时间观念，每一次不管是干什么事情，都是拖拖拉拉的。特别是前几年的一次是春节前，本来票都很难买。好不容易抢到高铁票，因为我那时候我已经在老家了，然后他和小孩子还有老人回去，然后就是因为那天就是迟到了，没有赶上，春运嘛，到处什么票都难买，后来是好不容易抢到一个，他们好不容易抢到一个，就是一个那个绿皮火车的慢车的，本来如果是坐高铁的话，2个半小时可以到家了，然后坐了10个小时。当时也是有很多特殊情况吧，因为刚好出发的前一天，我也是去出差回来了，然后那天回到家已经6点多7点了，然后已经很累，然后回家小孩子吃完饭还得陪小孩洗澡，洗完澡还要跟他哄他睡觉，然后弄完都11点钟了，然后当时就特别累，我就想着先休息，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收拾东西嘛。然后可能早上起来就可能又有一些其他什么突发小状况，然后就稍微晚了点。但是其实我也不希望说错过火车嘛，然后我自己也很赶，就说当时还特意打的了，就说去更抓紧时间，但是还是去到火车站的时候，那个还是过了检票口的时间嘛，就进不去了。然后没办法，就只能去改签了。然后当时那个工作人员他就跟我说，那个没办法再续签高铁票了，因为高铁已经抢不到了。就说唯一的办法可能就是要改成绿皮火车。但绿皮火车是要去另外一个火车站，然后离我们当时的地方很远，而且就时间特别长。就其实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倒无所谓，主要是有老人小孩，我还是有点不太拿得定主意嘛，我就给他打电话商量一下这样子。老人是谁的老人？奶奶带着孩子奶奶。对，带着奶奶和儿子一起回老家过年。对。然后当时我有给他打电话，就说问一下，就说我们要不要改这个车，还怎么样的。然后他就直接在电话里面朝我发火，就直接摔电话，然后也不听。我当时听确实是非常气，本来春运就非常难买票，他还迟到。就一开始那个上头我是能理解的，就是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下一个瞬间，
但是2局完了之后，不就得想咱们还得怎么回去吗？对呀、然后他挂我电话，然后我又给他打，他还是给我挂电话。然后当时因为我是已经到窗口排到我了，然后后面的人一直在催你快一点。所以您那时候是委屈多呢，是委屈还是什么？是委屈是吧？对，因为我就说很需要有个人跟我商量，或者是跟我确定这个事情要怎么办的时候，然后我找他找不到。一般家里面拿主意的或者大事的决定什么的，是不是都在他那儿？对，他就是比较大的人吧。然后有个事情啊，我是觉得挺委屈的，就是说我们平时出去吃饭什么的啊，他从来不会主动先问我说，老婆你想吃什么呀？或者是你今天想吃什么，或者是什么的。每一次的话，他都是直接就自己点菜了，就想吃什么就自己点了。因为我觉得出去吃饭，其实来来去去也就那些店吧。然后他就很喜欢去吃一些网红店，其实我也陪他去过，但是很多那些店，其实说实话也不是特别好吃。所以说到了后来就跟他出去的时候，基本上我就拿主意了。好。还有一个事情，我们那边的习俗就是说大年初2是回娘家，但是就说我跟他结婚了有8、9年了，就说我大年初2我基本上是没有回过娘家。为啥？我就想把它过得连贯一点，前面几天在我家，然后后边几天就直接在他家。其实在他家时间也不短。你的安排方式是按照你的理想安排？对，我不想跑来跑去的。所以你们是初几到初几在您家？大年30到初2在我们家，然后初3之后就在他们家。然后就知道在他们家待到什么时候上班，或者是有一些情况要回我家里面才会回去，基本上3、4天、4、5天以上的。两家挨得近吗？车程的话就半个小时。嗨，那你初2还不陪着回去一趟啊？那是图什么呀？其实我就是刚才说的，其实就是我觉得不需要那么去折腾跑来跑去的。对。好，而且过年的时候他也会喝一点酒。谁喝酒？大家嘛都会喝点酒。主要是你喝。对，也会喝点酒，也不想比如说第2天，头有点晕晕的，又跑来跑去。对，您得醒酒。对。对，忘记您还有这爱好了。我很好奇啊，你看啊，就是男人的这个大和小啊，看起来好像特别冲突，是吧？他看起来是个大男人，是吧？其实特小，对吧？什么事都要以我为主嘛。不考虑别人的感受。我这么说您能认可吧？你看，喝酒是我莫名的惆怅，我要喝，对吧？孩子是我有一个想法，我必须得这样。迟到了，我先抱怨埋怨，没有给出解决的方案。春节回家，我知道有这个习俗，我为了连贯，我不能破这个我内心的这个东西。这个已经忍了8、9年了，按您的说法，结婚8、9年了，怎么现在就忍不住了呢？主要其实这不已经成为一种婚姻习惯了吗？我听下来就是在家里基本你听他的嘛，对吧？拿他也没办法嘛，出去喝酒喝成这样嘛，1周喝3次，喝1次醉1次嘛，等于醒酒用1天，醒来接着喝，然后还说我莫名的惆怅，就为什么现在就忍不住了呢？最主要还是小孩子大了吧，之前小孩子小的时候好像已经忍习惯了，也没有太大的那种刺激。就现在孩子越来越大，而且就是说小孩子他可能就越来越不听话。我可以忍你，我就感觉他但是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在这种环境。对，因为我感觉小孩子现在影响就说受到我们的影响已经很大了，又包括小孩子的脾气啊、性格各方面的。可能都跟小时候变化很大，然后甚至就是说有的时候小孩子的脾气可能也很大，就是我就感觉越来越往他爸爸的方向去发展，我就是感觉已经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就过去是一座大山，现在看着那座小苗变成了另一座大山，受不了了是吧？对。那想解决什么问题呢？想看一下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态度，就是说会不会改正什么的，因为确实之前的话，我们每一次吵完以后，其实他也会跟我承认错误，然后也会说以后会改什么什么的。对。那都说了8、9年了，你觉得能改吗？那到这儿怎么可能改呢？就是你们俩今天夫妻站在这个台上面，可能是对这段婚姻最好的一个描述。看起来都是静好，其实下面已经波涛汹涌了。
特别是在自己妻子的心里头，这段婚姻关系他在重新审视，但是他又不敢说出那个字来。先生也感觉到了婚姻的危机，对吧？调整起来还蛮难的，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好不好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伯洪兄，丈夫刚才说，有时候我有道理，有时候他有道理，但是他有道理，你听了吗？你改了吗？很简单的，按照当地的习俗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初二回娘家，半个小时车程，你顺他2次，是不是应该有的尊重？他在娘家也是要面子的呀。你作为丈夫，你给他了吗？你少的就是对他的不尊重。吵能解决问题吗？吵有用吗？夫妻要好好的沟通才有用啊。等到还有分歧的时候，相互包容，有一方做出一定的迁就，这才有用啊。所以有一点，您今天来对了，你的丈夫是必须要改了。你不要看就是我的性格问题，就是我自己也认为是错的，但知错就改在家当中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又是很难的，因为没有约束力。今天您应该有危机感，如果不想离婚，不想这个家被你拆散，你就好好的去反省自己，反思自己，去改变自己。你改了，妻子看在眼里，他有一些做得不好的，他也慢慢会改的。这就是一个温馨的平衡，明白吗？谢谢。谢谢伯洪兄。来，沙大老师。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，治得了你脾气的人是你爱的人，受得了你脾气的人是爱你的人。如果夫妻双方有一人是在用忍度日的话，那么这个雷迟早会爆的。我们虽然说夫妻双方要容忍、要包容、要理解，但是容忍、包容、理解都是有度的，更是相互的。如果只是一方在容忍，一方在理解，一方在包容，你觉得谁能坚持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？谁都坚持不下去。所以在这儿其实是给丈夫提醒，如果你还让他一直在忍受当中度日的话，因为他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无数次的提到再忍再忍，你把他压像弹簧一样压到底，他迟早会弹起的。我对女生说的一点，如果你的丈夫改不了的话，你要改什么？你要怎么改变？这是你要思考的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改变不了我们生活，改变不了我们的世界，那难道我们不活了吗？当然不能。我们就要想办法自救、自我改变。那你要做出的改变是什么？这是今天留给你的问题。就说这么多，谢谢。特别怕你丈夫这样的男嘉宾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说一套做一套，他口头上在我们现场啊都承认我不对，我这个不对那个不对，我哪儿都不对，我好后悔。回家你信不信他接茬喝，喝完了之后接茬摔锅打碗，接茬半夜3更搅得四邻不安，你信吗？是这样吧？你来到这儿就是现场，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，你们说的都对，老婆我错了，然后表现一个乖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知道那边你妻子那边的火他压不住了，你来到这儿就是帮着他出口气，是吧？妻子也得出口气。所以呢，我就在想，既然你改不了，我们怎么用这个父亲，怎么用这个丈夫？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如果不能痛改前非，变成一个正面典型，偏巧咱们家还是个儿子，咱是不是能把他当反面典型？你要跟你的儿子说，你的爸爸哪些地方做的不对，你的父亲无力改变他自己事业上的挫折，所以你的父亲他在酗酒，他隔一天酗一次酒。你的父亲呢，在外面没有办法去开疆拓土，
所以他喝醉了之后在家摔盆打碗，这个叫无能狂怒。这是一个男人要不得的，你要跟你的儿子讲，把他的父亲当做一个反面典型，不然的话，你的孩子以后可能情绪也不受控。我讲明白了吗？当你妻子这么讲的时候，你愿意附和吗？你愿意跟你的儿子说，爸爸是不对，爸爸其实呢特别的懦弱，爸爸在外面在事业上遭受了挫折，爸爸既然不能给你打下一片属于你的江山，对吧，儿子？但是爸爸天天晚上回家还喝酒撒疯。然后你问问你儿子，你爸我在家撒酒疯的时候，你烦不烦？如果你烦的话，记着以后在你的婚姻里，你千万别学你爸我。你愿意跟你儿子这么说吗？我跟我儿子说过啊，说过是吧？对坚持，坚持。就是如果你希望儿子更好，你一定要把自己当做一个反面典型。让你的儿子不学你，让你的儿子跟你做对照，跟你做对比，在否定你的情况下，期待你的儿子成长的比你好。我讲明白了吗？好嘞，那我祝你们的儿子以后学习顺利，身体健康。没用，当反面典型只会让你的儿子可能输得更惨，因为永远有一个自己的父亲站在面前告诉他，你看，你是老鼠的孩子。既然是老鼠的孩子，那么打洞的能力一定强，其他的算了吧，别想。每一次当孩子自己有了一些厌学也好，或者情绪不能管理的时候，他都会想，因为我像我爸，我爸就这么糟，所以我有什么好克制的呢？我为什么要修正自己呢？基因，因为我爸是老鼠，所以我会打洞嘛。那我为什么要学别的本领呢？所以有的时候，当这个榜样只能变成一个坏榜样的时候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切了它。把他从家庭关系里切割出去，而不是留在儿子的身边，告诉儿子说：“看，不要学他，不要学他。”我们过去都还在说孟母三迁嘛，孟母挑的是邻居，孟母挑的是环境。但是，假如家庭环境里头，您的丈夫反而会成为儿子最糟糕的那个榜样的时候，是不是要让他迁移走呢？这个问题您得自己想。先生对您没什么好讲的。您对女人要求的太多，对自己要求的太少，所以祝好运。哎，谢谢米娜老师。什么感受？五味杂陈。我其实上面有一个感受啊，就是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完人存在吗？绝对没有，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瑕疵，那个人才更鲜活。就像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面的这个男人一样，我觉得特别鲜活。一批老公都是这样。我们常说不要在孩子面前发脾气，有几个做到了从来没有在孩子面前发过脾气的？有几个？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伴侣，谁做到？太难了。我没有替您开脱的意思，我是想让你的妻子知道，你面临的现在的这些困境，很多女性都在面临。你们家的特别在于这个男人对酒精的无度，有点依赖了吧？如果一周喝3次，次次都醉的话，基本上在心理学上，雷老师算是有酒精依赖，对吧？这是需要戒酒瘾的。这个形成依赖以后就麻烦了，所以很有意思。人家说一个人应该有一个终生的爱好，就一辈子的爱好。我就发现一个问题。好像家庭里面出现这样问题的时候，大多数男主人和女主人都没有自己的爱好，所以他们的焦点、他们的关注点不是关注在配偶身上，就是关注在孩子身上。因为他自己是没有一个精神依赖的，所以您找到一个精神依靠，您的精神依靠就是那2两小酒，是吧？因为喝完以后快乐呀，在那个瞬间是快乐的呀。怎么办？找个爱好吧。改吧，改不了。酒戒是可以戒的，脾气是改不了的。找个爱好吧。对于妻子来说，我觉得至少在我们今天听你们讲述过程当中，我觉得这妻子做的已经可以了。我们还能要求这个妻子做什么呢？我跟你的工资收入是一样的。家里面你只是交一部分钱给我，我去支出它，我精打细算，
你有钱去喝酒，我为了赶火车才特意打了一个车。他那个特意这个词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。然后在家里面丈夫做到了这样，她还在那儿忍，没有就不好再要求您做什么了。如果还想让这个过起来，至少重新有点希望吧。你不是想让自己快乐吗？对吧？那就快乐呗，其他没有。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。刚才听4位老师还有主持人说了很多，我在心里面也想了很多。那我们以后的生活可以找到更多的一些乐趣来调剂我们的生活。像刚才主持人说的，虽然酒可能一下戒不掉，那我们就去找一些其他的东西来，比如说我们晚上可以在家里面看电视啊，或者是出去散一下步啊，带儿子去广场去玩一下。我也想，哎呀，可能想说的话太多了吧。脑子里边一下把这个语言一下组织不了那么好。对。您都没落上说话的时间。多听听他的心里话，其实挺好的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来吧，我们看看这对夫妻他们会做怎样的选择。佛红兄，我认为这对夫妻他至少大家看到了婚姻的危机问题的存在，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。今天来了肯定有作用，双出也是肯定的。来，山大老师。其实我感觉到对丈夫应该是有触动的，因为他在那60秒的时候突然感觉要有很多话说，就证明可能是有一点触动的。希望这个触动能维持的时间长一点。也挺难的嘛。李老师，我建议妻子别出来。你过去这么多年太周到了，你周到到你的丈夫每个星期定期忽略你3次，可以喝得酩酊大醉，回家撒酒疯，说明你的丈夫一丁丁点儿都不紧张你。你不妨趁着今天别出来，让他体会一次，当妻子不周到的时候，他的面子丢得有多大，让他学一次乖吧。这个建议太好了。对。不但应该不出来，而且在他下一次喝醉的时候，要以邻居的名义报警。这样的话呢，警察才能上门来做一些取证啊，并且可能会给予一些罚款。这样多弄个几次了以后，作为丈夫怕被留案底，而且做妻子的也不丢人，因为扰了邻居这是一定的。所以你要这样多治他几次，他断然不敢酒后大闹事。哎呀，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在你们家啥事儿都你说了算呀。最后招太多了。最后想告诉妻子的是，你的憋屈其实也是大多数现在女性的憋屈，因为我们老在要求女性处处都闪光，要有很多闪光点，但是我们对男人却只是说能看到他身上有一个闪光点就可以了。所以别出来，姐妹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对夫妻是怎么选择的，请开门。这个不听话，哎呀！逆来顺受了那么多年，你今天反叛一次又怎么着呢？你让他感觉到一次真的危机来临多好，还非要出来。因为我这些年也确实是心里很委屈，然后也确实是
为了小孩子可能一直在忍吧。然后你也说了很多次要改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，但是还是想给我们这份感情一个机会。我一定会改。来吧，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动情时刻吧，各位请见证。谢谢两位哈，来，请亮灯，加油吧！谢谢两位，请回。少喝酒啊，少喝酒啊。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